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花。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400年前最强的剑客诺兰度，很可能是海利克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要开始我的推理。为什么会说他是最强的剑客？先来谈谈他的实力。他在空岛一刀就砍死了巨蛇。草帽海贼团当时也有遇到这条巨蛇，但是索隆和鲁夫没能斩断这只巨蛇。400年前的人应该不会有人追求强度，毕竟他们可能还没有海贼这东西。而对比鲁夫这个年代，竞争力是很十足的，所以强度会强一些。这里推测洛兰度是400年前很强的存在。洛兰度虽然只有动画出现不到10集，但是这10集就跳跃了800多集。从最后一开始的小花园到多雷萨罗斯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忘了他的故事。就让我稍微介绍一下他。洛兰度是400年前的人。洛兰度是一位探险队队长，在一艘船上，大家都快饿死了。洛兰度马上跳上海里，捕捉了一只海王类。这里就有点夸张了，在海里捕捉海王类。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岛上，这座岛正是以前的空岛。当时空岛的植物生长不顺利，所以村长决定献祭给巨蛇神，于是绑了一个女孩。但洛兰度却跑出来杀出巨蛇，救出了女孩。卡尔格拉看到马上冲出来，毕竟那是他们的神，怎么可以让一个路人这样就杀死？于是他们对峙了一番，卡尔格拉直接从他心脏吃下去。洛兰度没有死，却活得好好的。洛兰度说他会用能力帮他们恢复植物，给他1天的时间，他会给出答案，不然他的同伙也都会被杀掉。洛兰度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植物学家，这边画个重点，晚点会讲到关键。他在研究食物的时候，突然被地底翻身，夹在裂缝中。卡尔格拉看到，并没有把他救出来，而是嘲笑他。最后，洛兰度用话术感化卡尔格拉，救他出来，而那些植物也都得救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成了好友。但突然有一天，洛兰度来到空岛，空岛居民竟然都不理他，因为他之前救的植物全部毁了。卡尔格拉很生气，说不想见到他，一见到他就想杀他。最后靠着被救下的女孩嘴遁了一番，卡尔格拉原谅了洛兰度。但洛兰度要去新的探险了，他们约定还要再见面。而洛兰度来到了一个王国，跟他们说空岛有看到黄金钟，叫国王来看。但偏偏空岛这时候被海水冲到天上。没错，以前的空岛是在地上，所以洛兰度骗了国王。国王最后处死他。故事差不多到这里。我认为那么强的人，而从70集到800多集都看到他的故事，大胆猜测他很有可能活下来。那活下来的话会是谁呢？我猜是海克力斯。那你会说怎么会是海克力斯呢？这里让我好好赘述一番。首先，他在鲁夫还没上空岛时，就遇到了洛兰度的后代。洛兰度的后代给他们看了洛兰度的日记，讲着400年前被视为大骗子的人。这时鲁夫看了骗人部一眼，又说到了骗人，又马上又看了骗人部一眼。这里虽然蛮搞笑的，但是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伏笔。在鲁夫要上空岛时，抓了一只独角仙。我之前说过，这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海克力斯这个人物，因为独角仙也可以翻译成海克力斯，而海克力斯很有可能就是巨人与豌豆的原型人物。在空岛上面有竖琴，另一个在天空岛上有竖琴的，刚好也是巨人与豌豆。而刚刚讲到的故事，洛兰顿是因为植物才跟他好朋友闹翻的。那海克力斯在英波列岛研究植物，而植物在英波列岛又刚好成了主角，而骗人部刚好也是骗人为名。这2个人关系非常接近，而让这整件事情逆转的是，在多雷萨罗斯，矮人们竟然祭拜多兰度。多兰度曾经来过新世界，帮助过他们。骗人部当时也被称为神，这2个人怎么可以那么分不开？而海克力斯跟洛兰度都是植物学家，我就间接想到海克力斯就是多兰度这件事情。但海克力斯在剧情中并没有展现他是多兰度的可能性。当然，这里可以解释，都已经过了400年，没那个身手。海贼王的世界有活到400岁吗？其实没有，但是有345岁的人。而海克力斯身上长满了胡子跟毛，很有可能透露他年纪很老。其实说也奇怪，他出现在400年前的历史。如果只是想要填补空岛的故事的话，为什么多雷萨罗斯又要出现一个雕像？我们以心灵层面去探讨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很奇怪，对吧？在多雷萨罗斯又出现多兰顿，很有可能就是后面还有他的局才对。如果只是单单一个空岛的角色，怎么会那么多故事？所以大胆推测，他很有可能还活着。你问我他怎么能活到400岁？目前我也没办法得知，但是很有可能是以另外一个方式活着，就像之前提到
到的海克力斯的盔甲，里面很有可能是空壳这件事情，或者这件盔甲赋予他外来的能力，不然整天穿着盔甲又不是傻逼，肯定有什么工作才对啊。而洛兰顿如果还活着的话，这时就不得不提到艾尼路了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海克力斯很有可能就是克制艾尼路的人。之前提到过，植物是难以导电的，所以很有可能有一战。再来，之前谈到过的海克力斯的名字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海克力斯。希腊的海克力斯是非常伟大的，他曾经斩断9头蛇。斩蛇有没有很熟悉？那就是洛兰顿也斩过蛇。他们相关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。如果海克力斯就是洛兰顿，将来必定会出现9头蛇，而这9头蛇就是海克力斯要处理掉，这样就重演希腊神话故事。其实如果是真的，也蛮帅的嘛。就如题所说，洛兰顿是活在400年前。400年前海贼王是什么世界，目前无法得知。但我敢说，洛兰顿一定是实力最坚强的几个，不然怎么可以当矮人的英雄呢？虽然骗人部也当过英雄就对了，但是骗人部也是蛮强的啦。话说，不知道矮人的历史有没有超过400年？如果有的话，洛兰顿很有可能就还活着。而在海军那边，也有人能跟海克力斯对战，那就是大将绿牛。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，绿牛也快要登场了。我觉得绿牛登场的话，海克力斯真面目也要揭晓了。毕竟海贼王熟悉植物的也就只有这2位仁兄了嘛。之前有猜过海克力斯很有可能是革命军，毕竟熊把他拍飞到那里，对吧？他也很有可能是一名狙击手。那如果是狙击手的话，我猜他一定有跟这位仁兄 PK 过，那就是骗人部的爸爸耶稣部。但我现在很相信海利克斯就是洛兰顿，洛兰度是剑客，而海克力斯在英波列岛的职业是勇士。勇士基本上就让人想到是拿剑互砍，对吧？比较少会有人拿远程攻击来称回勇士，所以我现在比较认同他是拿剑的。我跟大家一样，相当期待海克力斯揭晓真面目。毕竟我做了他3个影片，如果我猜测正确，和之国很快就会揭晓。因为和之国很多动物系果实，有什么巴基大蛇、凯多的龙果实能力，各种动物系，只要看到9头蛇果实能力，海克力斯基本上就很有可能出现。如果洛兰度不是海克力斯，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也会有故事。毕竟你600多集没讲的人物突然跳出来，一定是有什么想说的才对，不然真的是凑时间的，或者是他后面成了某个国家的英雄，就像艾斯一样。我讲的只是简单带过，建议大家去看洛兰度的原片，动画大概是187集开始，海贼王少数感人的故事，我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小故事排在我的前3名。海贼王很少小故事可以讲得那么好。来总结一下，洛兰顿很有可能是海克力斯，海克力斯很有可能是革命军的人，海克力斯很有可能在和之国揭晓真面目，海克力斯很有可能就是把最强的艾尼路引出来的人。毕竟艾尼路名声那么旺，尾田不让他下来打一场，真的是说不过去啊。因为通常被打败的反派，只要没有死，都会再出场，而让他出场的就是海克力斯。洛兰度如果不是海克力斯，很有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独立故事。我在找这次影片素材时，看了原动画，我真的是谢天谢地，我小时候竟然没看过这段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传说故事是人物被夹在裂缝中？这个场景感觉很熟悉啊，但是我又讲不太出来。如果有传说故事有这段，很有可能就是在暗指新的伏笔。毕竟裂缝夹人蛮奇特的，感觉不太像是海贼王会画出来的。我海贼王蛮多都是跳着干，我推荐大家回去看。我大概想了一下，空岛其实还蛮多伏笔的，在之后搞不好还有空岛的故事。但是尾田好像要赶结局了，如果他不想赶结局的话，他再画个20年也是小问题吧。真的不希望他埋下那么多伏笔，最后胡乱带过。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尾田大神会给我们最好的观看体验。我在床上想到这些，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天才。如果真的准确命中了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神。当然的，这些猜测很有可能开天窗，毕竟我的资讯只有1%就下去分析，但是如果有60%下去分析，那就没那么好玩了。我希望我的频道跟别人不一样，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影片。我第一次做那么长的影片，大家请在下面多多留言，告诉我这样好不好，或者哪里可以改进，这将会是频道未来的走向。很重要，交给你们了。我目前的计划是一天都更新1部影片，但有时候会太累，就会休息。不过我还是建议让你们看到很好的分析，
尽量不要含水量过多的影片。我希望每一部影片都是精彩故事。对了，要按小铃铛。我有时候会 po 一些文章在社群上面，没按小铃铛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看到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分析，可以按个喜欢加订阅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